节目开始上菜啦！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。11点热炒店。我们3个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把手机啊、相机拿给我们，叫我们去帮，对，叫我们帮他当助理，对，我们变助理了。因为他们要不红，我也没办法。然后干到后来，文琪就很 man 说，没关系，继续喝，我送你回家这样。我说叫你的助理来载你，然后结果他打电话，我接着想，怎么会是阿宝？你知道我们那个抖音不是旁边会有一排字吗？就是按赞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一般你都要把那个人往旁边站一点。我每次到老师的抖音，我的脸都是按赞，我的脸就按赞加1分享，都是这个哦，看不到我的脸，我永远都在字那一排耶。我们到了之后才发现，他当天动手术了。啊！他动了眼睛雷射手术，整个这样包成这样。然后他说欢迎来打麻将，然后他还硬上桌，一直把6桶看成8桶，说我看不到。11点热炒店熊高菜，不呛不辣不上桌。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哦，有些好朋友虽然跟你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但他却可能比家人更懂你。对，好朋友很重要。可是有些好朋友一开始有可能是互看不顺眼，还频率不太对，然后他们是走不打不相识的路线。我有过这种朋友，有哦。我一个男生的朋友呢，他其实一开始是在夜店呛我，而且他一开始是呛哦，利息你这2银报有哈，不要给我看到见一次打一次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就哇被呛哭了嘛，因为你知道以我一个这么单纯跟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女孩，我不相信应该呛回那时候，然后呢我就哭了，因为就被一个大哥呛，我真的就哭，然后他看到我哭，他也傻了。然后呢，他中间就有一点小小误会，但是后来解释清楚之后，原来发现不是我们所理解那样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变非常好朋友。他到现在每次见面，我在提这件事，他都说不要说了，拍谁。所以我们后来就变很好的朋友。哇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来了3组这样的好朋友。我没想到他们会是好朋友。我眼睛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对，其中有一组怎么会敢跟他做朋友？因为颜值的部分真的是一个威胁。对，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是哪3组呢？好，来，我们先欢迎潘老师、潘若婷、依依、陈真。这一组我也有点看不懂，我看不懂，对不对？女生看得懂逻辑，看不懂的部分是你。为什么我还看不清楚耶？看不懂。第2组是文琪，还有阿诺。一个金牛，一个天蝎，我也看不懂。真的吗？我也看不懂。我弟弟就是天蝎的。那对宫星座，而且你们2个风格差很多，差超多的。真的，我跟你不会啊，他们2个一样强哎。他们接下来这一个来宾呢，好久没看到他，是你应该也很久没看到他了吧？我很久没看到他，对，刚干到我，他还吓死，是不是？欢迎炎亚纶，还有他2位左右护法关关小赖。你刚刚讲的颜值是这一组吗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我们就大家用眼睛看就好。是，对。好了，那这个迫不及待想知道你们，既然大家都觉得组合不起来，那我就很想知道他们的第一印象怎么样。是啊，我要先讲彼此的互相第一印象。他就是感觉很大胆，人生规划，然后有点爱抱怨。他看起来是爱抱怨的。不是他讲什么话都想抱怨。哇塞，这是跟命格有关系吧？然后很社会化。什么意思？选择性有一些话讲，或不讲，或对谁讲这样子。你感觉到他很会讲话，因为他跟我是一个超大的反差。你也知道我几乎是人家问什么就会全部讲出来的人。可是社会化的话，他小赖也蛮社会化的。对，所以他们2个是我的老师。所以他们2个会说，算，不要讲这样。不是，他们会在就是比如说他跟我讲完这件事情，但是在同一局的时候发现，他跟他讲只讲一半。我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不能跟他讲秘密，他都会讲出去。不是，每次跟他套戏套费，隔天，你怎么可能也知道这件事情？就是他讲，没有，炎亚纶，我不会讲。所有人都是你的老师。对，比起来的话，那你刚刚讲的是关关嘛？那小赖呢？今天我跟他算是很少，真的是用这样的身份出现的。什么意思？平常都是工作而已。然后要不然就是在朋友的局说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因为他很过分，是他每次工作他都会说下次真的要约，下次要到现在就台北约没吃过半次饭。不是小赖，这个你也不好意思说人家吧？
他也是这样子吗？我要跟你约几次？好，原来，哇，你爽小真的约。哎，所以不遑多让啊。是上次在外面看到我说啊，姐好久不见，下次约哦。而且台北人呐，对啊，台因为北娟姐我比较害怕一点点。那我嘞？你也可以主动约我啊。我约过几次了。对，一物克一物，一物克一物。食物之便招揽鲜肉。对，这也是中间有一些误会。对，就是耳闻，就是他会就是喜欢的鲜肉，他就会招揽进公司这样子。哦，对，然后这个误会呢是在我跟关关打麻将的时候呢解开的。哦，小赖我都是帮你讲话。对，几乎都是去外面听来一些有的没的。我在打麻将拍桌说，小赖才不是这样。因为我听过他很多不好的事情。不好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听说你蛮多的，就是我看你怎么社会化的讲这整段。来就流汗，没有，我听过很多他的事情，所以我那时候对他也是有点小误解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们真的在工作有稍微熟一点，就会在 IG 聊天什么什么。今天发现哦，好像他就是真的，因为太人好了，才会这种误会产生。OK， 那就是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官腔好友。对，因为他就是吃饭假约嘛，然后后来假客套，所以还有超爱约人家去他家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一讲嘛，因为有一次我们的新歌要拍那个 reaction。然后后来他就说：“你来我家我才要拍。”因为我那时候听了他一些事情，所以我就不太敢去。什么事？又是什么传言？就好像去就会怎么样。但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可能会怎么样，我就没拍这个影片。难怪我好像没有下文了。来，关关，我对亚伦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大牌，超大牌，然后再来就是爱乱讲话的偶像，跟偶像奔现这样子。这个印象蛮正确的啊。唐老师讲，我就不好反驳了。超大牌为何？那时候这样，因为我那时候在电视台当那个记者，然后我们都要去很多剧组探班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那时候刚好是那部戏的最后一场戏，我们要去拍最后一个杀青，这样耶。然后他经纪人就打电话来说，我们亚伦有个东西忘记拿，可不可以在台北帮忙拿一下？我想说能有什么东西忘记，小小的那就拿吧。然后他经纪人就打来说，我们有4箱要送给剧组的杀青礼物，要求哦，叫记者帮忙搬过去。没有，那里面也有你们的礼物啊。可我才一个，我拿一个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说那地址大概在哪边？他说我们在新竹那边，在六福村。我们要载4箱给所有人的杀青礼物，到底关我屁事啊？所以你真的帮他载过去？我真的帮他载过去，然后重点是全部人收到之后，谢谢亚伦，谢谢亚伦，谢谢亚伦，也没谢谢你，都是我载的。然后后来你就写了一大篇关于他大牌的，都是他写的，是他写的。其实我比较想要知道国师对于炎亚纶第一印象是什么？第一印象其实就是好相处哦，因为很多人会以为帅哥很高冷啊，有偶像偶包，他没有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。其实他私底下超北七，就是还蛮好真的，而且他喜欢让人家到他家这件事，真的有点夸张，跟我一样夸张。我也很喜欢让人家到我家。那他有约你去过他家吗？我常去哦，他也常来我家。我也常去他家。哇，为什么不约我们呢？对啊，我们为什么不约我们？碰了这么多事，你都不约我呢？他说我们碰的时候都是在飞机上。哦，对呀，飞机上、高铁上这样。对，那也还可以约啊，可以约饭店啊。你现在可以约喜林迪潘去啊。你愿意盛装来吗？可以，因为他要花3个小时哦。因为我有一次去 Vegas 就是为了看 Celine Dion 的秀，结果他好像身体为恙就取消了。所以你看我就好了。对，看一下就是平替版的。今天假没有装今天没装不一样。文琪是不是跟亚伦也很蛮熟的？我们2个是邻居，就真的就走路就到了。对，所以你也很常去他家。现在他常来我家。哦，对，其实我们是喝了2次烂醉过。我们2个 whisky 狂干呢。那天我们喝了7、8个公杯，我跟他我们2个纯的 whisky。对，为什么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酒量都没那么好啊？他也没有酒量不好，他就是要喝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喝，然后就醉了，有酒胆这样。对，有酒胆。然后他没有，我那时候邀请他的时候，其实我蛮紧张的，是因为我们前面吃了2次饭，然后
本来没有醉，都是因为我醉的。那因为坐上车就开始晃啦，然后晃完之后，哇，我就打开门，我就先吐，吐完的时候他已经在车上就是狂睡，他就是整个人是呈现这个状态。你们俩干嘛搞成这样？我跟你讲，这一件事情我是后来必须要透过别人才知道整个来龙去脉。就是他说张文琪跟凯西就是开始喝到一个点上，大家就开始干杯，然后干到后来文琪就很 man 说没关系，继续喝，我送你回家这样子。然后谁送谁还不知道。对。然后结果我真的送他，我还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一直打给阿本。我想说为什么？没有，是你先打电话给你是没有，因为我要叫人家，我说叫你的助理来载你，然后结果他打电话，我接着想，哎，怎么会是阿本？我不知道是阿本哥哥的电话，我是打开的时候，故事也太精彩了，真的，因为我跟他讲说，到这一段吗？不是，因为我跟他讲说，你赶快打电话给你助理，叫你助理来接你，因为他怕被别人发现他通讯录是写助理，可是是阿本没错。我有吓到，好有心，我吓到，我们才被你吓到了。阿本来了吗？阿本就说，阿本就说。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？我说本哥，我是文琪啊。那亚伦哥已经醉了，他就你来载他。本哥他就说怎么是叫我去载他？他有助理呀。所以他后来有出现吗？是阿本打给我助理。对了。所以你是喝醉下意识会打给阿本是？我那天我现在记起来了，我那天一直要拨助理，但是我一直拨出去都是阿本。因为你通讯录只有阿本，没，只有一个人啦。好悲伤的通讯录了吧？对啊，这个不得了，潜意识很浓。那他还有打给谁呢？没有了，就这样了，没有，不是我还有跟谁要讲？还有料啊，还有哎。好，我觉得大家都好朋友。哎，对啊，大家都好朋友。文琪他们不是。还是好朋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小赖，好，那就像是潘老师跟陈真这一对，赶快出来救他！赶快，你们第一印象，我们先从一开始好了。你对陈真的第一印象好，对陈真的第一印象就是，我觉得他真的是给外人就是一种大姐大的感觉，还好吧？但是你哪有还好？他真的很欠管，他什么都管不好。我要什么都，为什么要管不好？为什么我是归你管？他真的是，是不是？你们找到重点，为什么我会归你管？而且他在购物台真的是横着走，他在购物台，大家看到他，不论是什么姐字辈、哥字辈，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，都还在陈真姐，还有姐，对，而且他都是那种不抬头不看人那种，嗨宝贝，然后他就自己做自己的事，头都不抬的那种。因为就很忙，他有些习惯是这样，没有就很多事，有些不是他确实，因为刚才我们的第一集录完之后出去，我刚好遇到他戴着墨镜走进来，真的是有魏王人的那种霸气，就觉得大哥刚火上完，然后他走过来，对，而且每一次我们去购物台开会，我的经纪人都会跟我说，你看看那个陈真，比你还要像艺人，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开会室内都戴着那么大的墨镜，因为没化妆啊，然后全部不灵不灵，然后随时随地都是那种钻啊、项链什么全套配备，很有气势，自带气势。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他太没有光芒了，所以他看谁都有光芒。我很少看女艺人来开会的时候，然后死皮这么大都不嫌弃。男生，你给我留一点形象，好，差不多，我现在还有位置。你坐好。我忍受他们两个多久？要该你了，我跟你讲。还有该你潘老师，对啊，很久了。有嘞，而且我陈真就是真的很爱管我，他连我每天背什么包包他都要管。像今天他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又是这个包包。你们自己看他今天穿这样是不是夏天的感觉？对。然后你知道他今天带什么包吗？他今天带一个毛呢包，你觉得有配吗？黑白。而且他每天都在直播各种精品包，可是他一年四季365天都在配毛呢包。因为我懒得换呐，就是很不，他包包很多他每次买一堆包，但是都只背毛呢包。我这种就是爱买，但我真的就是懒得换，因为我只要一换包包，我一定会有东西忘记带。一定会。你对潘老师第一印象呢？潘老师真的是不服年纪，确实，因为潘老师真的是因为他有在打理外表，有点看不出来，可是实际上他年纪已经把我们两个的水平都整个拉高了。真的，对，但是这边加起来120嘞，他个人就挣了100，哇，100耶！
他一个人。潘老师很奇怪，他不是只有外表看起来像年轻人，我们2个聊什么话题，他也硬要插，硬要凑。对，就是我们聊什么，就是年轻人，或者是我们说什么，我们最近来拍一下什么抖音，来拍一下什么，他也要对硬要。韩国有什么流行的小彩妆，然后潘老师就硬要聊。潘老师以前就是借着我们一直来了解年轻人的世界，借着你们，不然你哪里机场都会走丢，你钱都忘了带了，我还借着你们。可是跟张老师聊个养生，我觉得还 OK， 你知道吗？他也很喜欢跟我们聊一些女生的东西。对，看一下潘老师越来越红，他现在在那个短影音界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了，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爽。他就是踩着我们，后来对踩着我们，后来就进入到真正进入到年轻人，比你还红了。对，好了，差不多了吧？还没，要先进一段广告吗？还有2个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潘老师真的是逼死人，因为其实潘老师，我一直都觉得潘老师就是年纪到了，他应该就是要退了嘛，就轮到我们，轮到我们，你们他刚刚开场的时候还很骄傲过来说，我走老运，对，真的走老运呢，很奇怪，他现在跟席丽迪欧成那个人生高峰，没错。我们3个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是找潘老师合照。然后最后大家都把手机啊、相机拿给我们，叫我们去帮，对，叫我们帮他拍照，对，我们变助理了。你们俩不红，我也没办法啦。那该你啦。我先讲谁都可以，看你要都可以。1是啊，白臭脸。同意，对不对？他脸本来就是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他光那个样子，光看那个样子就欠他几十万那种。怎么了？有没有？他就是来讨债的。他现在是因为穿白的，平常穿红的。他穿红的就像有冤情一样。不是，是因为我是超级 I 人，我只会跟熟的，就是超级熟，但不熟的我会，其实我是害怕，人家都以为我是不理人，其实我是害怕。社恐，我超级社恐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是觉得他就是脸，就是感觉这样，第一眼给人家感觉就不是很亲切的感觉，但是第二个。你说他是1，我就觉得他佩，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是他是1还是佩。我真的觉得这一点很值得绝交对，因为我们认识这么久，然后到现在还认不出来。你们认识多久啊？我们认识大概差不多1年多2年了吧？不是，这1-2年比较好，但认识很久了，但这2年比较好。我后来就分是到底是哪个有离婚，哪个没离婚嘛。每次我们去跳舞的时候，就会先说你是离婚那个吗？然后说我是离婚，你是11这样。他每次都先这样讲。你是失婚的那个吗？你这个发言真的很长辈耶，你。对啊，我就是长辈啊。不想学年轻有道理。不听老人言，你可以多活好几年，你搞不清楚。追根究底，就是潘老师自己认不得我们谁是谁，然后他就会把佩做过的事，然后以为是我，然后他就会觉得说，我之前跟你讲过，你为什么不记得？怪不得我们嘛，你们两个就你以后要贴个牌子在那边写我离婚了，这样大家知道你是11。你是不是直接贴11就好？单身周，为什么不直接写11？写1就好，对。没有，你就把它综合在一起说依然单身中。对。那陈真呢？陈真不得了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，我觉得他第一个，他因为他这个人很直爽，你看他就是一个蛮阿莎莉的一个人，阿莎莉的人。但我喜欢就是你可以跟他聊什么都可以聊，是。而且呢，他有一个他不太尝试，就是一个好处，就是譬如有些什么好东西哦，我们也去想去要的时候，或者想去了解的时候，他会跟你分享。是。他真的是会跟你分享的。但他唯一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其实我们如果像譬如我们刚才3个人我们一起拍照，他要把自己修得非常漂亮，然后我们修的是你们对歪的。老师，你等一下，修到这边都歪，这不是动的，为什么要歪？不是老师，你是长辈了，我帮你修到整个都没有皱纹，就不像你。不用修皱纹，至少你可以把我修得直的嘛。没有，不是陈，那你为什么会站歪的嘞？不是他修的身，陈真看起来就是很直爽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有一点非常的在意，他很在意自己有没有存在感这件事情。对，就他照片一定要他自己在最前面、最中间，他就是非常在意存在感。对，还好啊，因为我跟彩华姐拍照，她也是说，你看一下小郑这张可不可以？我说彩华姐这张我被卡一半。可是那一张拍的漂亮，可是很漂亮。我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因为大家有自己的粉专，大家就自己修自己，很难吗？不，你在你的粉专没修出去了呀。可是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是愿意帮另外的人修的是很赞的。对，人家这样讲，因为我他从来没修过我们。是老师，他只有把脸修黑。像阿本就会帮大家修。因为我自认我修片技术不是很好，所以就弄自己。我就修片技术很差，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的粉专自己修。但是我上老师的抖音哦，也是啊。你知道我们那个抖音不是旁边会有一排字吗？就是按赞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一般你都要把那个人往旁边站一点，你的脸就不是都是字。我每次到老师的抖音，我的脸都是按赞，我的脸就按赞加1分享，都是这个，看不到我的脸，我永远都在字那一排耶。
那我有跟老师讲吗？我有叫你帮我修掉吗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抖音这个东西拍。我不是拍的人呢，我是在里面的人，所以拍的人应该怪拍的那个人嘛。你要怪在里面怪蔡依凡嘛。哦，对。那陈真你呢？好，那我先讲一下哈。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过度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就是一个过度热情的长辈。其实我们晚辈都很怕那种过度热情的长辈。然后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在节目上，就是大家有时会为了节目效果会稍微讲的比较夸张一点这样子。那大家下去就下去了。可是每次只要跟老师同一趴，只要讲到跟婚姻相关啊什么，每次结束都没有办法结束。我就想我已经安完班了，一结束他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小环境就说：“你跟强宁最近怎么了？你们真的性生活最近这样不太好。我跟你讲，男生哦，你就是要喂他，你不要让他不吃饱，你让他不饱。我跟你讲，强宁还年轻，他这样子会这样这边给我漏等哎。我说老师你放心，我一个礼拜都有喂他2次。我跟你讲，他可能这样不够。你发现2个月只有1次，现在变2次。哦，陈真，我劝告你，有时候面子真的不重要。对。就是他就会一直跟我讲，就是有关两性啊、跟婆媳啊什么的，他就是要再跟你再督导一次。我就觉得，为什么对这个这么有感？过年我们最怕就是潘老师对任何事情都很热情，对，他很常就比如说以前上节目的时候碰到他就会说：“小珍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哦有一批很纯的脚踏车，我想说脚踏车是要多纯？我现在帮你问价钱，他就非常热情啊，任何事情都要帮忙就对，不要让他知道你有任何的需求，他就会一直来问。然后这是潘老师，然后另外呢，就是我觉得就赞同老师讲的，他就是人转样嘛，不是，就是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人转，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基本上他连你讲笑话的时候他都不会，他就是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听，我有时候会活在自己世界，他就这样笑，就是给你最大的。不是，你看我的赖未读，你们看一下我赖未读有多少？1万多个，我不是只有对他自己的朋友，他这个人有问题，10603则，那你干嘛装赖啊？对啊，老师说的好，我就是紧急的。然后你的 Gmail 有6000多封，你到底要与世隔绝到什么时候？而且他对简讯387个，对，所以你老师你知道我们找他有多麻烦吗？如果说我现在赖他不回，对不对？我就开始要 IG 他不行就 Messenger 他，Messenger 不行然后就手机简讯，然后打电话，我什么都是，后来直接是佩佩，我12通会接电话，对不了了，明明蕊稿前2天就要蕊稿，3天就没有一天找到，今天找到48小时就要报案了，很可怕。我们都70岁人，我凭什么要找你这种王八蛋？潘老师很早就要睡了，对啊，这个时间我睡午觉，你不给讲快点？不是，很恐怖。老师是那种就是一有事就直接打电话，那个对现代人来讲压力很大。我也找不到打电话，不接，找不到你只能打电话。我们后来找他就是电话、简讯，所有东西全部不弄。那你要看时辰。那你今天是怎么来这个地方的？他就是有自己的节奏。重要的工作或是紧急的，我一定会读。所以我是不重要的。对，不是都不重要。我必须要说，我有接你们电话，有回你们讯息，或有回你们电话，你们都算重要的。因为有多少人是没有读，我是没读。前天打到现在还没回我。他真的是不接电话不回呢，我是超级讨厌这种。你们靠什么维持友情啊？对，就靠讲。这样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我们要怎么那个，对不对？不是靠义气维持的。听起来你们这个友情很薄弱。我最好奇的是他们怎么变朋友的。等一下一定要听他们的故事。文琪跟阿诺，对啊，我觉得听起来就大家都好精彩哦。我和文琪就还好，就没有印象。我第一印象小眼势利鬼，我才不是，很难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那时候想说，在节目上看他都跟大家都可以聊天啊什么的。那我以前是蛮哀的一个人，可是我在化妆间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我可以跟旁边的人讲话，就是热络一下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上他那个节目已经上了大概6年，等于说6年我们从来没有一次聊天聊起来过。就是他坐我旁边，可是比如说如果我讲一个话题，然后就问他一下，他可能就2句把我打发，然后就自己拿手机这样。我想说，他可能真的就是看不上跟我当朋友，所以我一开始就会想说，他的朋友好像都要是大老板，因为常常听他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没有酒。对，那是我认识他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他跟别人很热情，对，然后那些人我就想说啊，那些人可能真的就是比我红，对，比我红或什么。但是我是后面认识他，我才知道说他不是这样，他可能是跟我不熟。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已经有点被刺伤，然后想说算了，可能就是好像有点差别，因为他对我真的是直接就很热情了。你是要证明他有大小眼吗？没有，在整段做不成朋友，在整段感觉得到炎亚纶在爆刚刚的仇。不是，因为
我跟哥哥，我们一坐下来之后，我们就先喝了。对呀，所以我们不太一样。阿诺喝酒吗？我认识他才喝酒的。什么？你是认识刘璇好不好？他是因为刘璇的关系，所以才对啊。他以前食欲也不好，遇到我们之后食欲也变好了。然后遇到我们心情也变好了，就都是离完婚之后的事情。那我跟你讲，张伟晴，事情没有关系，事情那这是跟离婚有关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这里很多那个顺序不大对。好，我讲我的，我觉得他就是高冷，你知道吗？他看起来就是他不笑的，他不讲话不笑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酷酷的样子。然后为什么我就是当不成朋友？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，他就是一个前辈。那他你才前辈嘞？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出去，我刚刚说你出去千万不要叫我姐，因为我说你长得比我操劳，如果你叫我姐，人家会猜说你到底有多老，因为他就有一个魁啊，他没出来就有个魁，对，算是看到他一个都这样脚大大，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他出去就有一种姐姐的风范，所以如果人家就会想说啊，他事业也蛮好的，然后又是姐姐，所以如果他又叫我姐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啊，他已经这样子了，那你到底多老？我就说没有，他是姐。所以我说，你在讲我姐，对，这两个是朋友。然后后来他们就很不爽，他们说以后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要猜拳，然后以后都叫干妈，你知道吗？输的那个我们大家都叫她干妈。就像老师说的，我们两个是对攻，其实我们频率其实是不对的。就我们讲话的那个，谁跟你频率对？好好奇，有啊，他们家人对，很多。你现在放弃社会化了，要 hold 一下。可以啊，我们好懂的，因为我很简单。他简单到他每次找我们去他家做客，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做菜。那就是一个我很奇怪的事情，真的是这个就在逃避社交，对，是不负责任的。不是，有其他呢？没有，真的我没有，我是怕大家他很热情，他闲不下来，去他家闲不下来，对，怕我们出去吃个饭，他每次都说叫你们厨师出来，叫你们老板出来，然后就开始问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想说不要这样子啦，我们这样有点不好意思，他就说哦，我跟你说，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好像跟大家都很熟，就。第一次见面他都可以这样，很热情了，很热情。好了，那好友当到现在，今天可能也是最后一天了嘛，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有发生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？印象深刻哦，我跟他有一个事情非常印象深刻，我们之间的误会因为那个人而起。是因为那时候江宏杰跟他很好，但是江宏杰呢，从上一个就是我们的前公司华研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当时还在想说要去哪里，何去何从。对。然后没想到经过千挑万选之后，到了我这里。对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他们很好，我怕他们觉得有嫌隙，这样我怕小赖对我有一些误会，所以那也就是为什么那时候。我约他出来，我其实是有点想要借由吃饭或什么把这个事情讲开。真的假的？刚好又发现，如果我想太多，他根本没有这样想，怎么办？对，所以我后来就干脆就当作没有约这样子。哈，对。那这件事情有让你觉得有？没，因为我跟小杰真的好到我们他们会住一起哎。我知道啊。对，你刚刚从开录前就一直打我右边，我这边是麻的。我们很常会出门吃饭，然后那时候因为他那时候要问很多公司，然后就说炎亚纶好像有约他去聊一下，他说那觉得他好吗？我就说不好吧。你看，他就在外面讲对啊，我终于知道了。结果最气的是他从签给他之后，很少跟我出门了。我都怀疑他下没有他下指令啊，没有，怎么可能禁爱？他都已经离过婚了，还要禁爱？那时候是因为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好朋友是化妆师，是化妆师觉得说，哎，我这边的那个痛调什么的，可能很适合他这样子。那你们适合当朋友？他这么少跟你出门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是他签了的关系？对啊，说不定是他讨厌你啊。不可能。你是怕炎亚纶跟他中间讲了一些什么？不要吵，我签。我已经签了，没事。没有，我想说会不会是亚纶给他一些指示，说，哎，你不要跟小孩走太近。不，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就是对，反正他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好人，可是他有时候生气起来是
真的是蛮可怕的。就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在当记者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记者会访问嘛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访问鬼鬼，然后通常不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时事就会去问艺人说，那你最近对那个什么看法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好像问了鬼鬼一个什么不重要的问题，就说那最近那个谁谁谁怎么样啊，什么金融趋势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鬼鬼就只有跟我们说，我又不是地质学家，干嘛什么都来问我？对，然后他就讲了一个，我们大家觉得好好笑哦，因为炎亚纶平常都会回答一些时事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鬼鬼讲完之后，我们就觉得哇，这个好好笑，我们就把它剪成新闻片段，然后当天我们就觉得哇，点阅还不错什么，我就下班了。然后我记得当天晚上哦，我跟鬼鬼我们约好要去吃点心，我还记得我点了一个那个猪仔什么包饭什么之类的，一来之后我们公司打电话来。因为他说，你观赏你下午写的那条鬼鬼新闻爆了，他后台突然涌进了20万点阅率。我说那不是很好吗？我这个月的点阅率就达标啦。因为我们后台都会有那种原始码，要找出他为什么点阅率突然涌进来。对，我要找到这个原因。后来找到，你知道原始码去哪边吗？炎亚纶转发这则影片，然后大发火，在网络上骂我们。我没有大发火，他就说：“你以为当事人不在开的玩笑，你们这样两个很好笑吗？”他真的生气耶！我们怎么打给他，他都不接。我们点心整顿吃不下哎。可你想知道后来吗？有后来吗？后来就是不是我跟你讲，后来你不知道，我们打给阿本。好了，我们先欢迎阿本。好，阿本要从后面来了。因为我们当时真的太让他生气了，因为他已经在网络上放话了，然后我们一直夺命连环扣打给他不接，然后大家经纪人也都没有接，因为不知道他在生什么气。所以你都打给他助理阿本。没有，助理是助理，阿本是阿本，对不对？确实到现在呢，还是有一些人想要传什么话。还是透过他，我觉得很奇妙。所以你当下真的有生气吗？这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呀。对啊，回过头没什么好生气的，但当下我会觉得，我对朋友都是非常真心，对，很涌出来的这种，所以我会觉得，这时候你应该再让那个事情再稍微消停一下。你那个时候是气关关还是气鬼鬼？应该都有，应该是气地质学家的。我却应该气我自己。没事发什么下雨地震，从那个时候就红了。是。后续你们两个有对到话吗？有，好，可就是透过阿本，阿本了，没有。后来要过了很久，要1个月之后才和好这样子。OK， 那他除了你觉得他喜怒无常之外呢？总有好处吧？不是，因为他有时候你知道，这种大明星从小被你知道就这么红，他有时候财大气粗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去曼谷，然后我要去四面佛拜拜，然后他就刚好看到我 IG 在四面佛，他就立刻传讯说我要还愿，然后我就说好啊，那不然我就简单随便帮你买个花什么。他说没有，我要买最贵的、最大的。最大只的大象摆在那边，然后你知道还要跳舞，对，可是你知道四面佛这种地方是不能刷卡、不能Line Pay的，对，他就是要收现金。可是我第一天到，我身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现金。可是你没有跟我讲啊，我不好意思跟你讲啊，你就财大气粗啊。然后可是因为同行的朋友，我又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要帮炎亚纶还愿，对，我就拉着所有人说：来，各位，我们先不要拜四面佛了，我们去换钱。我们不换钱不能拜拜，然后全部人都觉得莫名其妙，干嘛改行程？换完了之后，我还一个一个跟他们借2000块，然后就是因为我要买一只最贵的大象啊，然后我又怕所有人发现我在帮炎亚纶还愿，所以我那个大象买来之后，我还写本名，写吴根林，我要带照片来，本来就要写本名，对，本来就要写本名 ，OK， 真的很大只哎，这一只要多少钱啊？其实这个后来是因为真的没钱了，我就买比较小只，然后呢，我还帮他就是请那个8位 dancer 帮那个炎亚纶跳舞，然后因为我本人跪在那边嘛，然后我想说这样怎么跟四面佛说是炎亚纶呢？我就准备了一张炎亚纶秀腹肌的照片拿在手上。神经病啊！你干嘛？神经病啊！有什么毛病啊？这个亵渎神明吧？好朋友哎，真的是好朋友哎。我很怕拿黑白照，很像他过世。我也没有黑白照给你，所以我就想说拿一个比较性感的，看四面佛会不会比较开心这样？难怪后来四面佛惩罚我。所以他不只要写名字，还要给他看照片。还要，会以为是他。我算是代客还愿嘛，所以我想说，我还是拿一个照片比较有诚意啊。这其实是个生意耶。对啊，对。后来疫情后，那些 KKday、Klook 真的有代客还愿的服务。有都是因为他那篇。发明的。那炎亚纶算是有义气的人吧？
我应该是吧，算是哦，因为他有时候风靡一件事情，我们就要跟着他一起去做那件事情。这听起来有一点 PUA。对啊，听起来很怪。我看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流行去拜那个指南宫啊，不是要供一只金鸡母。对。然后我们朋友就开玩笑说，那我们也要拜，因为我们也想要就是发大财这样子。然后他就突然说，好，那不然这个礼拜六我开车直接当天来回载你们去南投。哦。然后我们就真的是炎亚纶本人哦，开着我们一台车，然后载我们到那边去，然后一人去拜，然后当天这样来回耶。哇！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。你们两个到现在连一杯老人茶都没给我。你那1万封简讯有很多都是要不要去指南宫，都没看，错过了。对啊，基督徒了。啊，对不起。那炎亚纶，你对关的牌子是什么？关的牌子是这个。牌品差，其实也不是牌品差啦，是每次打麻将呢，因为我很喜欢借场地给人家，我喜欢有人气聚集，所以他们其实来的时候，其实都要再额外带3咖，就等于4咖，他们要自己凑齐。他们家不打啦，他们只是开场地。对，然后有时候我会下去，然后但是每次下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吃到早餐。因为有人会，他那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很会赢钱。然后赢了之后呢，另外有一个人是一定会一直上诉的，然后他们就是一个死循环这样子，他们会因为彼此的这样的习性呢，会互相不爽。因为他们会现在先打之前会讲好说不能上诉，所以就会每一次都会打到早上。对，因为有时候真的只是小玩啦，可是因为他真的太爱约别人去他家了。你不要再乱讲。不是，你知道那天打麻将是什么情况吗？我们到了之后才发现他当天动手术他动了眼睛雷射手术，整个这样包成这样，然后他说欢迎来打麻将，有需要今天打吗？是3个小时前动完的手术，这样你还不休息？然后他还硬上桌，一直把6桶看成8桶，说看不到。我有一边点咬手，谁这个情况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是有时候会放错时间，那又不好扫大家的兴，就还是来这样子。那第2组那个好朋友到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？这一定要讲一下。其实我跟潘老师会合，然后开始会变当朋友，就从合作开始。就是呢，以前看到潘老师想说，因为他就不好意思跟他一直聊天这样，但是他就反而很主动，会一直来找我讲。那讲着就会议题就会聊到说，我那天有看你卖那个沙发，好像很不错我那天有看你卖那个保健品，好像很不错。问到最后说，感觉上他都不是想要叫我拿链接给他，感觉上他就是要认识厂商本人，然后可以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。所以好几次呢，我就帮他带什么玛卡啦，然后什么沙发啦，然后露营用品，然后讲着之后，后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厉害，他就会认识厂商本人之后就会找他代言，然后或者找他业配，然后最后就变成互惠，就是完全他买东西也不用钱了，就人家给他，然后帮他 po 文，而且甚至会给你他的折扣码。对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在讲他应该有赚15%。对，我讲一个，他现在戴这个项链啊，本来是我要买的，然后呢，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因为我老公有在运动嘛，潘老师认识那个厂商，我就说，厂商你把那个厂商介绍给我好不好？他说好，我传给你，然后后来就没有下文喽，然后没有下文之后没多久就被推播到潘老师的介绍，然后呢，他还传他的链接给我说，还传一个链接给我说，你跟强尼不是要买吗？你用我的折扣码可以折150。天哪！这是我想要买，对，他就传个链接给我，说，那我折扣码可以折150。不是，我本来是真的，我本来没有要传连结码给他，我本来是要传给马里欧的，但传错了，传到他那边去了。对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我当然还是我拿了之后，我还是有分给他们啊。他们这几乎每个人都有啊。真的厂商有时候会找你，他就是会要你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怎么拒绝？天理不容啊！今天是好友大会还是仇人大会？但是我有一个好处，我只要有好的，我几乎我周边的好朋友，我每一个人都会有。我懂，好不好？对，但我跟你说，潘老师刚刚说他有好东西都会介绍给大家，对不对？但潘老师介绍给我的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潘老师真的是就是很直的直男，他就是没有同志雷达，然后还要帮我介绍虾咖，因为其实就是譬如说我现在因为单身嘛，然后我喜欢的男生是稍微有点肌肉，可是我没有喜欢那种很大只佬那种，没有。他是要像我这样子精壮，一直在群组里面讲说我现在晚上一个人好孤单，怎么办？对，我在新家都睡不好，我每次这样对。陈真，你上次拿那个停电，那个跳电，那个没有办法动，没关系啊，没有漏水，美容导物
仪，对，他说的是不会漏电的，结果他就漏电了。直接大家分享是不是？不可能。我有很多美容导入仪可以介绍给你。拿折扣码给大家。我觉得潘老师真的很那个，他就是都会跟我说哪几堂课，他都会帮我就是注意，他有知道有哪些学生是。他觉得还不错的，对，帅的单身的，或是他自己有观察还不错的，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哪几堂课他有要来，问我要不要去这样子。然后可是我每次去，我都觉得根本就不是潘老师讲的这样。大部分他年纪会介绍几岁到几岁啊？我其实没有跟他很规定，因为我其实喜欢。你有货是不是？我的货都不对啊。我跟你说，老师介绍我的，要么就是那种就是根本就不是那种身材是我想要的，要么就是他有一次真的好不容易有一个看起来外表不错的，然后年纪也跟我差不多，然后很好聊的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课堂结束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去吃饭，结果吃一吃，结果他就拿出来说，他就聊到他以前的感情问题，结果那个男的就拿出手机来，就是给我看他的前任，他的前任是个男的哦，他把你当姐妹，我又不晓得。真的很瞎哎！而且老师雷达弱就算了，老师还很喜欢用长辈的那种态度去跟我讲一些婚姻观。他说：“我跟你说，其实你不要因为一次的那个婚姻失败你还是要相信婚姻。”所以他每次我们见面在后台，就小声在耳边说：“啊，你们这个礼拜有没有 touch 了？有没有 touch？ touch 什么啦？好微的发言。”他提醒我，那个强尼他需要，你要给他。对，我都不知道。潘老师，那方便问你现在一个礼拜 touch 几次？对啊，你这礼拜 touch 的，到底效果有多好？功课有教。那你是 touch 自己还是 touch？ 不可以 touch 自己3次可以吗？潘老师自己 touch 自己算是一种 touch 哦。算自己 touch 我只是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怪你们，到我这个年纪一定会分享这些东西。我只是跟他分享，他一定要哭哭啼啼的难过。我跟陈哲一天到晚就要劝他，哎呀，不要想那么多，男人还是会有什么什么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那你好歹真的就是给一点建设性的帮，你不能给一点。我已经帮了很多忙，我怎么知道那男生你不喜欢，你又这么挑，我哪里是晓得？坦白讲，我几乎可以把他们当女儿来看，我真的没什么好计较。可是他不一样，陈真有一个习惯了，他有一个习惯就是，好比说。今天我们3个人排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是我们一个人跳2个8拍就好啊，你2个8拍，你2个8拍。到他的时候，譬如说陈真摄影师小珍的位置，到他那个拍子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排的舞是要跟着那个音乐的剧情，所以他觉得，譬如说我这样排，到陈真那边，陈真要这样，他要摇，他现在就是这个他就有意见当下就好 OK 没有问题，陈真这样现在3个人位置都没问题，好没问题，太好了 OK 排好了回去。他晚上就发群组了，为什么我一定要我那15秒的时间我要去面对镜头是屁股而不是正面？为什么？老师他就是很喜欢有存在感。不是，我要讲一下，就是老师有时候没有很公平，他没有面面俱到。就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是一个表演嘛，那表演大家就是要露脸这样子。然后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屁股有多好看，可是老师已经2次，就是一凡就是这种啊，一凡就是这种正面的，然后我就变成这样，然后2次都这样，我就老师又很爱在大家面前说，你们大家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我怎么好意思讲？老师就是为了要帮我就是露一点脸啊，就是让我那个就是比较好找。可是依依真的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就是说你现在单身要出来交朋友，你首先第一件要事就是要看手机，回简讯，没错，我有在尽量了啦，我有在尽量。1万多通。然后潘老师，你要跟2个女生做好朋友，麻烦你少女心一点好不好？对，不够少女心了，我还穿着裙子跟他们聊天呢，我还不够少女心，有点太少女心。上厕所我还半蹲呢，你们有点太少女，还要我怎么样？老师这一点真的很有义气，老师他们真的是对，好了，OK 了。文琪跟阿诺。为了他，我打破底线，超多次的，因为我很少，我当然很好客，可是当然也是要看一下人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跟他就是在频率不对，对频率不对，不是，这知道对方但是不熟悉，那刚好刘璇来我家，然后他就说，要不要顺便约他这样？我就说哦好，然后他就立刻打视讯来说。姐，我这样讲他，姐，我现在在文琪家，你要不要来？你要来要赶快，不然我们已经差不多了。你们住很近是不是？没有，超远的。他住我住新店，我住新店，住片新店。还自己手啊，你们2个自己到别人去了，就那一带啊。一定有一组是在骗公告的，很远。不是，
现在水退了，知道谁没穿裤子了？出来了，还硬要说木栅新店东那一带，就那一带，就是桥过去那里啦。对，反正他来我家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他酒量嘛，那时候还不熟。对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灌他，然后我们那一天刚好喝的是香槟。那我就是不懂的人，我就人家叫我喝我就喝，然后都马克杯哦，他们是拿马克杯装一杯一杯喝，干杯。我看杯，干杯，香槟这样干真的很恐怖对，干到后面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就因为。我不会跟你们说，我以前就是社恐，很不交朋友，所以我其实是很多心情在里面。然后那时候又是生活也有一点变动，对嘛。所以我进去的时候，我好像喝到差不多，我就开始哭说，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。对，然后之后还不打紧哦，他就突然哦，哭完之后他就我那时候以为她怀孕，你知道吗？我才离婚呢，以为莫名其妙，怀孕对象都没有。我真的天真以为，我想说，哎呦，他是不是感动还是怎么样？因为没捂好，他从这边，好可怕！哇塞，没有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，他是洁癖王，对，然后因为我们在他家哦。你只要开始收桌子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人在拿吸尘器这样子，脚借过一下。我们在唱歌也是唱一唱，然后还说来脚，不是姐脚一下，然后姐，然后要一直躲因为他会一直吸不能有头发。然后吃饼干是要说，姐，我拿一个大一点的盘子给你，他拿一个超大锅子给我。他有洁癖嘛？因为洁癖我看过对他看过我吃东西就比较会容易掉啊。然后你吐在他家，对，反正我就是为了他，然后我在那边清理他的呕吐物。然后到了隔天6点，我担心他，我想说怎么有人就是有人破门而入，结果是他走，他也没讲。那因为他整件裤子是湿的，因为他都坐在他的呕吐物上面。对啊，我就很担心，然后所以我就把我的沙发还铺了一个，没有，他换了一个沙发了。刚才也是这样讲，他换了一个新的沙发，味道。我有用一个垫子啊，但是我真的是为了他，就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来我家，就给我这么好的礼物，到现在我都没有怪过他。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星座千万这辈子不要交朋友的？其实我觉得不要这样讲啦，就是你们两个星座真的是可能就是会吵一辈子。不有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哎呀，让他自己去磨练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跟金牛真的蛮对，只是说我觉得人生在世啊，有些东西是自己可以选的，那就是朋友。是啊，对不对？合得来的就是朋友嘛。没错，下节目后还是朋友哦，好不好？希望这一集不是你的最后一次聚会哦，哈，很开心看到大家啦，大家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可爱。感谢大家收看，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。See you next time, together forever.